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合适的人就在附近，合适的人已经在你的生活圈里了哈。来，这是今天的4张牌，1、2、3、4哈。如果你需要看清楚、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哈。来，这是第1张，是权杖侍者，好，权杖侍者，好。第2张是钱币皇后，钱币皇后。第3张是力量牌，力量牌，来，力量牌哈。第4张是皇后牌，皇后牌。好。如果哪一张的风格、颜色、构图最吸引你的目光，那共振就很强哈。如果你选来选去很难做决定，那你就立刻闭上眼，在你眼前，在你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画面，那就是那一张的共振是最强烈的，那你就直接选它吧。那如果你听了整个故事啊，你选号码跟你目前的状况有点不契合，没有关系，你可以把它听完之后把它放在心里，因为它有可能捕捉到的是在更之后的时间里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故事线还没有发展到那里，但是它这边已经可以捕捉到了，你在心底可以先预留这个空间，然后总之呢，预测到的能量不一定只会吸引到一个人，有的时候会吸引到1、2个都属于这个能量的人所以你可以把它听完也可以放在心里，然后你再去试看看。换一个时间，过1个礼拜之后，你再回来重听选别的牌，也许会有不同的效果跟不同的影响哦。好，那么你们应该都已经选完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到1号的朋友来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适合的人已经在你附近了哈。这一题的应该是说他已经走到你的生活圈了或朋友圈了哈，但也有可能是你的住家附近或是工作附近哈。反正他现在非常靠近你了哈。来，我们用2个部分。第一，第一个阶段我们先来看看你们是否已经遇到了，或是已经讲话了哈。然后第2个，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抓一个时间，就是你们可能会有下一次的互动，然后第3个是大概在什么样的场景你们会有下一次的互动，或是第1次的互动。来，先帮你预测一个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你们已经有讲到话了吗？先来帮你看一下，已经有做第1次的接触了吗？还没。目前看起来牌面上的内容其实没有相关，它牌面上的出现的一个否定句比较高，所以其实以我的问题来说，其实你们还没讲到话，所以它对你来说，目前看起来是一个陌生人，因为风能量很强啦，其中的那一个水能量或者是连结，我觉得不算有出来。我帮你抽1张牌来看看，也许连结的是不是风能量的关系。如果是风能量的关系的话，它可能就是跟你有工作上的连结，或是土能量，或者它可能跟你工作上有连结，或是反正我觉得跟你工作上有连接来，没有，是火能量。所以其实你们目前确实是没有遇到但这张牌在我的问题里只有为我解答啦，所以它本来有一个抵达或是什么，它原本的本意在这边是没有效果的来，我来再帮你抽1张牌是虽然你们没有聊过天，没有遇到，但你们有曾经很近距离的，就是说可能在同一家商店或是在附近走的时候有在同一个空间里出现吗？有在同一个空间里出现，但是其实是不认识的啦，以一个陌生人的姿态。还要再1张，这个已经可能性很高了因为它有一个
火花的概念哦，那个火有出来，那个火能量有出来，表示你们两个的接触是有机会的哈，可能是有机会的。好，这个哈，我把它诠释成说，你们有在同一个空间里说，可是当下你跟你的，反正有其他人在，你跟其他人或什么哈，有在一起聊天或什么的，然后他在整个空间里，但是他被很多人挡住了，或是当时你的注意力被你旁边的人吸引住了，所以你没有看到他哈。目前看起来这一个是这样啦。然后我脑子有出现一个画面是，你们有同时排队结账过，同时排队结账过哦，因为它这个商店的购买东西，商店的那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出现哈，很明显哈，它在对应我本来脑海里有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的画面，然后一直播放好几个啦。哦，所以我想你们有在同一个地方买过东西，买过咖啡，也有在别的地方有一起排过队，所以你们可能在同一个空间出现的次数不止一次哈。目前看起来是不止一次哈，所以它那个火的骑士这个能量才会出现，因为它好像有一种场域的变化，有一种行动力，有一种交错的感觉，这里有一个交错的感觉，所以我相信你们其实有在空间里是有相遇的，但是其实到现在还是不认识哈。来，这是第一个，就来你看第二个哈。第二个我来帮你看一下，你们第一次的互动，近期会在什么时间可能会发生，好不好？帮你看看有没有讯号出来哈。用这个好了，以时间速度，没关系，我用这个看哈。好，近期如果是近期很近啦，我来帮你看3个月哈，3个月上下加减有没有机会哈？一样，我先来思考一下，这个一起出现的时候，时间空间上如果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出现的话，表示说我还没往下翻啦，但是我有感觉到，下面的牌可能会翻给我的是说，还没有要告诉你正确的时间，还没有，他有一点在告诉我说。答案还在后面，现在还不是要告诉你是什么时候相遇。这一张牌的讯息是这样，目前感觉到它的走向应该是这样。没关系，我再帮你翻，因为它还有别的变数哈，我只能一个一个跟你说哈。这2张还是在告诉我说，他还没有告诉你什么是任何时间啦。他这个没有关于我的题目，3个月内有没有？没有这个题目。没有这个答案，没有呼应这个题目的答案，反而他在告诉我说，有一个事情，你们中间有一个事情还在慢慢的成型，然后他需要你冷静一下。等待一下，停止去期待哈，有点叫停止去期待。他好像有点告诉你说，答案不久之后就会告诉你。好，我大概给你一点点希望啦。好，审判牌告诉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整理的过程哈，给你大概是什么时间会遇到的这个答案，大概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就会处理完了，然后就会告诉你了。好，目前是这样，但因为它有一个底下有一个能量在处理啦，它有一个东西还在整理，有点像是整理人。我觉得你跟他有一个人有一个事情还需要整理完。在两边
的状况都达到了一个平稳的时候，他们才会让你们开始会有真的相遇、真的讲到话的那一个契机点才会出现。但我帮你翻一张牌来帮你翻看看，他这里在告诉我的是，现在整个能量在处理的是你还是他？在处理的是你还是他？处理什么？就是说，以我这边的概念，就是说，你跟他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在走。就是说，你的故事线已经走到了，在等待要跟他有交流讲话，但是他的故事线还没走到那，所以他这边可能有在处理。但相反的，可能是你这里的故事线还在走，他那边已经走到了。所以我们来帮你看一下是他还是你啦。我帮你翻一下是他还是你。再一张让我确定一下，我想的是不是这个？是你耶。他这里告诉我，我原本以为是他他告诉我说，他那边已经平静下来了，他那边的能量跟气场已经平静下来了。混乱的局面跟各方面对于恋爱的一个以前的过往的经验或什么东西，他已经用理智的方式，反正已经整理完了，反正就是已经整理完了，他已经很没什么障碍的，已经走到要跟你会面的位置了。以能量来说，然后他那边也已经是没有问题，是平静下来的。反倒是这里的女祭司牌原来指的是你，她在告诉我说，我先讲我第一个感觉是，她在告诉我说，你有一些心里对于感情的芥蒂，那这个芥蒂来自于你之前恋爱经验的伤害。这里的讯号告诉我，这个人来并不是要来治疗你的，而是他已经在某些伤害里或某些感情里已经痊愈了。他这个人跟你相遇的能量，需要你跟他一样，都是属于比较痊愈的人，都已经痊愈的人，已经知道自己是全新的，有一些心理的期待。那个心理的期待，我终于知道这里的正义牌给什么了。心理的期待，希望你净空。他这里有点在告诉我说，希望你不要期待一个用来拯救你的，或是补足于你身上的缺失，或是期待一个既定的形象、既定的条件的人。他希望你这里有讯号，希望最后的真相是一个全新的体悟、全新的冒险、全新的人生经验，跟你之前的都无关，你才可以从审判牌的地面到空中，轻飘飘的、轻盈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没有负担的，没有负担的进入一个新生的感觉，一种抛下所有以前的枷锁而升华的一个新生的你的状态。其实你也不用刻意去这样改啦，主要是还是因为还是希望你说，其实最简单啦，你要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新的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很多状况会变成说，当我们遇到一个新的人的时候，我们会用以前的条件或以前的价值观来评断这个人适不适合你或什么。可是这一题在告诉你说，我们要用一个很开放的心态，是这个人的优缺点你会同时感受到，然后考验着你的接受度、你的适应度、跟你的理解度，还有你的成长的程度。好，简单来说，不能一直说简单来说，其实还蛮难的啦。就是说，讲仔细，就是你应该要更成熟，在感情世界更理智，或是更有共感，更能
更多的体会一个人的心意，或是一个人的不完美，然后跟一个人在一起，因为你自己也是这样子不完美的人，所以不需要另外一个人的活在你的完美要求里，才能出现在你的爱情世界里。好，不要让它只符合你的期待，才能出现在你的世界里。大概是这个逻辑哈。那有终于大概知道这里的2张正义牌到底在讯号从哪里来哈。然后这里的讯号也出来了哈。这张牌的讯号也出来了哈。原来这里的那一个底层的意识被我读到了，原来大概是这样子哈。好，所以以时间来说。这里我们厘清了之后，我再来重新翻一次时间这个题目，这样子就好像似乎可以开了，我们可以再认真再翻一次时间，应该这一次再翻就会有一点时间的讯号了哈。这一张好了。以时间上来说，我觉得只能说不是近期啦，不是近期，但是你们2个人的生活圈、朋友圈、工作圈正在连接起来，正在重叠中，不用多久。我觉得不用多久哈，这个多远哦？我帮你抓一下一个行动的位置好了。以这样子缓缓的走，我觉得3个月到4个月，或是10个星期左右。因为它有一个变化啦，我这边感觉它有一个，我觉得它有一点不近不远呢，好像，好啦，我3个月又我想我老实说，我觉得要跟你讲3个月的时候，心里又有一种嫌太多。可是我看到了圣杯，我心里又觉得，如果比3个月少，又有点太快，所以我自己心里是很挣扎的。所以调和牌在这里一直在告诉我，它一直有2边在更改啦，所以我很难跟你确切讲一个事情，我只能跟你说，近期的宇宙能量只是在让你们2边的生活、工作圈、朋友圈正在有交叠，然后因为连接起来了，所以你们2个会讲到话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只能说越来越近了哈。不过。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来可以帮你看看你有没有可能自己突破重围哈。我帮你翻，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的菜？因为如果是，然后你又想要突破这一个流程，这个过程，那你可以多注意在你生活中出现的一个让你外在看特别心动的人。但是如果没有，那就表示。你很难在一个人的表面上被吸引啦，所以他不是一个原本是在表面上就吸引你的人，他是内在跟个性上是契合你的，不是。再一张好吗？然后这里又出现了，今天一直出现重复牌，就在提醒我在讲一样的事情，不是哈，这边又出现了，不是。再一张哈。我必须说，因为这一张牌它有一个讯号是，其实它是一个虚荣的、浮夸的表象的美好，所以我这边告诉你说，它原本不是你的菜。它这里因为基本上在你认识它之前，它不是你的菜，它甚至会处在一个你的既定印象里会不喜欢的类型，不是说长相不好或什么，可能是。
你知道人的剪影，人有一种剪影嘛，人有一种剪影，或是也有背影这两种东西。有些人你一看到他的背影或者剪影，你就开始有吸引力，因为他的形状啊，一个肢体语言或什么的散发出来一种东西，即使你不用看到他的脸，不用跟他了解，你就会特别注意到那个人，那个就是你喜欢的形状，你喜欢的模型。那可是这个人他不在你的这个选项内，所以他这里给的讯号是你不会很容易发现他。你不会很容易发现它，所以只能说要等到你们的生活圈，其实现在已经很近了，但是就是没有要让你们认识，所以要等到你的生活圈、工作圈的交织连接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认识到它了，然后你们才会发现，原来你们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去买东西吃，什么时候去哪里买东西，然后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你们常常时间是很类似的，所以其实你们会常常遇到。然后你们认识之后，你们甚至以后都可以自己一起去，因为你们的时间真的很近，生活形态很接近。但是前面这一个时间还需要再等待一下，还需要再等待其他人为了你们的人生。就是说，其他人要走他们的人生，走下去之后，才把你们两个在不知不觉中拉近，然后还需要一点这个时间。然后第三个是你们会在什么情况下遇到？这个我就简单说好了，因为前面已经很多了。你会在什么情况下会遇到啊？这边已经讲到，就是可能要跟朋友吧。我大概简单抓一下，你们大概会在什么样的场域里会讲到话，就是你们第一次讲到话。这个我的渴望，对于翻牌的渴望，我把它降的比较低，因为我希望它是一个惊喜。因为我觉得前面的线索已经很多了，但我还是负责任的，刚刚前面讲的帮你翻译一下。好，你们会在出差的时候遇到。你们会在工作的时候，反正就是外出工作的时候遇到，他会在你离开你的办公室，或是离开你的家，是为了一个工作前去的路上，或是前去的那个点，你们会遇到，然后你们会因为某种特别的原因讲到话，然后对方才是第一次很深刻的出现在你面前。好，就这样，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线索还蛮多的，内容还蛮多的希望有帮到你那祝福你啦，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2号的朋友选择2号的朋友来，首先会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帮你看看你们。今天的题目是适合的人已经在附近了然后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先来看看说你们是否已经讲到话了或是已经认识了第二个阶段是看看你们下一次的对话时间大概有多近如果你们从来没讲话，那就是第一次要讲的话是要多远？那如果你们已经认识讲的话，那你们下一次再更进一步接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第三个是会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两个会再有下一次的互动或是第一次的互动好，来。这一张，好，你们已经，选择2号的朋友，你们已经认识了耶。应该说，你们已经讲到话了，你们已经认识了。他是你身边已经认识的人，而且好像有点熟。因为火能量这么多，我实在很难拒绝你跟他已经是认识，而且还认识的还不浅他是一个已经有感觉、有火花、有互动，还有一点热情在里面的情况。他已经是认识的人了好，我再翻一个东西，你们认识的情况、认识的情形各方面是能量是
契合的吗？还是欢喜冤家之类的哈？来，这个我翻一样哈，3张牌。这个，好，我大概知道了。你们认识的时候有一种很特别的新鲜感，很特殊的感觉，就是觉得对方很特别哈，很特别，不太像是你原本。可是你们又有感觉到对方的个性非常明显哈，有鲜明的个性，有很强烈的个人主张哈。可是也不是很浮躁的人，也不是一个随意说话什么的哈，而是有一点点不是有一点点，是蛮高的。说话是言之有物的哈，对生活什么的，各方面都很扎实哈，很在乎生活的品质，其实很在乎生活的品质。你们的聊天内容可能有聊过跟生活有很贴近的事情啊，有点像是，哎呀，我甚至有感觉到你们甚至有聊过食物这一件事，或是餐厅这一件事情。所以你们的生活好像还蛮近的耶，甚至有提问过你要去哪里吃饭，这是我得到的讯号，就直接把它讲出来哦。所以大概是你们，哇，2号的朋友，这个人真的离你很近诶，是身边的。好，来所以下一次你们要讲话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就不用预测，我觉得非常近。我来帮你捕捉一个新的东西哦，就是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合适程度好了，你们的合适程度。虽然今天的这一题是一定是合适的啦，因为我们抓的是合适的人已经在附近了，所以他不会选一个不合适的人。所以我再看一下你们两个的契合程度，跟我帮你们看一下两个的能量哈，能量的契合程度到多少哈，到什么样子的情况哈。来，哇！你们，哇！我必须说，你们是一定要在一起的人。好，他这个合适程度是注定配好的，就是要让你们遇到的。他这里的牌已经没有任何缺点了，任何缺点，我硬要觉得有缺点是，这张审判牌。他给了你们一点点难关，你们要在一起前会有一个小小的难关，但那真的就只有小小的难关，就是你们必须达到心灵上有一个很深层的东西，尤其是痛苦的东西的交换。你们必须要有聊天聊到以前曾经的过往的痛苦、悲伤的事情，让你流下泪的事情，两个人有故事的交换之后，感情才会往上升华。好，但是我必须说，在这一件事情之前，你们就已经很适合了。有哪些适合？你们会有相同喜欢去的地方，好，你们对未来的计划或各方面、金钱观、生活态度、健康、交友圈的态度都很契合。还有，你们甚至有共同的朋友。我还有看到的是，你们甚至有曾经一起去过一个聚会、party、婚礼，反正是喜事的，可是你们那时候并不认识哈。然后你们其实你们的关系有小小的暧昧状况啦，只是一直没有往下走。但是近期好像会开始有急速的进展哈，因为这个牌翻出来之后，我觉得他能量已经这边告诉我说，你们两个人关系的能量已经很成熟了，所以我觉得选到2号的朋友有一个很高的倾向是，第一是暧昧对象
第二是蛮好的朋友关系但还没进入暧昧对象。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有一个比例在，就是彼此假装是彼此是维持一个很普通的朋友关系，或是工作的同事关系之类的，或同学关系。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已经喜欢对方很久了，所以会把这个能量一直牵着走，然后他一直保持着两个人是很契合的状态里。所以选择2号的朋友，如果你心里想的是那一个人的话，那你们两个真的很有可能会成为恋人，因为后面的讯号你自己看，他都没有任何一张坏牌。应该不是说坏牌，而是没有任何一张在阻止这件事情往下发展的。好，所以个性上各方面其实都很契合，但我想翻一个牌，我想知道你们两个的契合是双胞胎型的，很类似的，还是互补型的？互补型的。但是不是个性上的互补，我觉得是你们内心的一些缺口跟缺失，跟一些需要治疗的东西，在内心里是互补的，是互补的。就是说，你们好像很了解彼此心里的伤口，所以我才说你们要聊到那一点，这关系才会再进化。我觉得它会比较像是从暧昧到确定关系，是真的是要聊到很内心的那一个东西，很内心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在你们聊完各种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感情观之后，才会进入聊到悲伤的事情这一个关系。那一刻开始，你们确定关系的这一个时机就差不多要来了。好，2号牌的进展比我想的快啦，想的多来，我帮你翻一下对方的心意好吗？对方现在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对方现在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翻一下，让你确定一下如果你想的确定那个人，我帮你看一下，对方现在是怎么想你的对方现在是怎么看待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这里有这个。用这个好了。应该说他内在的心底话是什么？哪一号？好，他其实其实他每次遇到你，他都有一点点，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就是他原本跟其他人相处都还蛮自然的，可是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必须要多想一层，多想一下，才能保持跟你相处起来的表面上的自然。可是他心里在处理跟你相处的时候的那一个，有点像是被电到或是磁场混乱的那个状态，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他也不会跟你讲。所以他每次遇到你的时候，都有一点点心理准备，他都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因为他其实这一个心理的，他遇到你的时候心里的杂音就很多小我会变比较强大，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找方法，所以他只能在一次一次跟你相处之后，找到跟你相处的模式，来让你感觉他跟你相处是蛮自然的。所以2号牌的朋友必须说，他真的是你认识已经有一个程度的人了，一个朋友。但是他内心的那一个，为什么他看到你会这么慌乱，会手忙脚乱的会手足无措的点我觉得可能跟他内心的一些黑暗面跟阴影有很接近因为你可能身上有一个特色，很接近，很类似，或是会触动他心里有一个对于人的恐惧。或是你的，就是说，他有一点自虐啦。他喜欢你，就是因为你会触动他内心某一个很特别的激动，所以他就被你吸引着。他越是他就是很想知道，因为他心里的那个反应有点大，所以他就是这个是有点
很特别的转换啦，就变成他对你的感受是特别强的，所以他特别喜欢跟你讲话，特别喜欢跟你互动什么的哈，喜欢跟你做朋友之类的。对他有点着迷，有点沉迷了哈，沉迷你的存在这方面哈。但是表面上他表现得非常稳定，就是他表面上表现得非常稳定了哈，因为这里他表现得非常稳定，他内心的东西已经封住，你是看不到的哈。他把它收得好，他把它演得很好，好，大概他是这样想你的啦，所以你跟他人家蛮重要的。所以2号牌你想一下会有谁哈？但是你想不到你不确定也很正常，因为他藏得很明显，没有火能量，你看没有任何外放的东西。好，那我再看一下，再讲一个东西好了。还是帮你抓一下啦哈。你们，我觉得真的没有问题可以问了耶。我觉得2号牌大概就这样，我来帮你翻一下，要该注意一下什么了哈。因为其实我有感觉到这个关系还是有一点点薄弱的地方。薄弱在哪里？我怕他会走向于很好的朋友，因为这一题是很合适的人嘛哈。虽然我的意念是希望他是恋人，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会有点太跟你太变态知心了，然后变成好朋友。然后来帮你看一下有什么事情可以提醒你的哈，在你们的相处上，就是说要变成恋人的关系有什么注意的哈？这一个好，以这个来说的话，又来了，这个牌又出现了，那就先放旁边。这个牌刚也出现，我来讲这2张牌。我大概知道他心里的问题出来了。他心里有一些阴影或高面是在他的家里哈，所以他家里的状况或家里的相处可能跟家里没有那么近哈，跟家里有一些状况哈，所以他不太喜欢提到家人的事情，所以他会羡慕别人有很好的家庭状况哈。但他不会讲哦，然后他有点我觉得他对于一个人的丰盛感、美好的感觉，他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他有一点点不太确定眼前的美好或是事情的美好的顺利是不是也同时带来了比较不好的东西，因为他比较相信一切事情都会有所平衡，不会极端到事情只会有比较好的，可能是跟他童年的阴影有关，可能是他童年，我这边有感觉到是他以前有些事情是在一个美好的样子里，可是突然家里各方面的情况突然有一天突然就崩塌了，或是变得有类似破碎了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他对于一种完整事情是比较完整的东西，他心里有一个阴暗面所以他会有一点点希望能够事情上需要有把握的，所以他对于如果他跟你越来越近了哈，如果一直处在暧昧的话，表示他对于这个感情的掌握度其实是不够的，他没有那么有把握能够成为他以为的那个样子，因为他心里可能对于所谓的完整跟幸福有一点点有阴影啦，有阴影哈，所以他会变得比较想要控制整个局面。所以这边的提醒是，如果他变得有一点点要求比较多的时候，你可以先顺着他，然后去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其实他不是要去让人觉得难受或什么，他其实只是因为他个人安全感。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找到他如何让他感觉到有安全感，那什么样的安全感？家的安全感，或是一个伴侣的安全感，或是有人陪伴的安全感，你能够突破所谓或者找到所谓的安全感的定义，跟他相处之后，一切就比较顺不要让他觉得所有的安全感都要靠他去创造，靠他去控制才有。第一，他会觉得很累；第二，这整个安全感的概念会变得太狭隘因为你们最后如果是要2个人在一起的话，必须这个定义是2个人都同意，或是2个人融合，2个人相处，找到了属于你们2个人的方法，而不是找到属于他1个人的方法，这是有所不一样。那等到这个东西都控制好了，
后面的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感跟收获、丰盛感就会随之而来。因为他现在太像是有点害怕，就是说有点像是溺水，所以太害怕，只要有东西可以抓着就抓着，可是会忘记有的时候抓到的是不是用来扶的，而是就是抓太紧了，然后可能两个人都往下沉了，或者随便乱抓结果连旁边的人也一起踩在脚底下，踩到水底，这样那种太紧张的感觉会让一个人疯狂了所以他心里的不安全感，我先说，其实表面上不太看得到，但以你跟他的关系，跟你现在要找到的这个人的关系，你们会慢慢的，他会知道那个安全感是来自于两个人的和谐存在，而不是他原本一直执着的那一种安全感。这个有点抽象，但是就是你们两个人慢慢互动、慢慢聊天之后，才会发现心底下的那一个阴影一直拖着他去寻找适合他自己的安全感可是那个其实只是他的执迷，他真正需要的安全感其实是信任别人的给予。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点然后这边有个提议是，他家人的事情、家里的事情，请不要自己开口去问，要等他自己来讲，然后一点一点的去理解，而不是提到家人或是有关家庭的东西的时候就立刻给意见，这样是不好的。这也是有点强加价值观，应该要听了更多、吸收了更多的时候，一点一点给反应适时的给反应，这些就对了，不然他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只相信自己或是他会去忍耐去维持这一个关系，然后越来越不把自己的心底话讲出来需要时间好，那这就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祝福你我希望你能确定到我今天的这个人是谁然后希望你也能找到跟他相处最好的方法。其实你们已经蛮适合了可是有些阴暗的阴影的东西，还是需要你去帮他解决了好，就这样祝福你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适合的人已经在附近也就是说他已经来到你的生活圈、朋友圈了啦。那我们分3个阶段来帮你捕捉一下整个状况第一是，我们先来确定一下你们是不是已经认识了或者讲到话了然后第二是，如果还没讲到话那你们第一次互动是什么时候？那如果已经认识了，那下一次的情况会是什么？两个人讲话的情况是什么然后第3阶段就是我大概再帮你看一下他的性格，或是你们两个下一次或是第一次遇到的情景或什么再帮你把空间捕捉出来看看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你们是否已经互动到了或认识了这个牌好吸引我。你们有在很多人的场所情况上遇到，也有讲到话，但是没有记得，也没有算真的认识，只是一种点头的，但是并没有变成朋友，也没有所以其实只是一个过场而已，其实没有真的认识到这个人。比如说就是没有但是你们的朋友圈或是生活圈是有交集了啦，有接近了好，其实你们已经算很近了，未来会在遇到的次数各方面都还蛮。可是我可以偷偷跟你说，对方已经对你有感觉了。可是应该说他第一次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就有感觉，但是我很奇怪，没有记得，所以他会在第2次再跟你在遇到的时候，才会唤起说，其实他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就有特别的感觉，只是因为后面都没有再联系，没有再往下走，所以那感觉很瞬间的就被放在心里的一个深处了，然后需要再重新的触发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前旁杂音太多了，所以我没有觉得你们有一个很单刀直入的认识或记忆起来。
没有哈，真的没有，太远离了哦。从那一次之后，这个不是说他这个人远离你了，而是那一个情愫或什么，在一瞬间出现之后，就远离了你们两个的关系之中了哈。所以必须要期待下一次的见面了哈，必须要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哈，才可以缓期。来帮你看一下下次的见面大概，不会离现在很远嘛？下次的见面，哎，好了，这个好了。这两张牌代表是说，你们两个下次见面的时候，可能会在不是朋友圈的地方哦。啊，我这边有在告诉你们，甚至连你们的工作圈都有重叠起来啦。哦，你们做的工作有点类似哈，有点类似。你们会在某一些案子或是某一些出去工作的时候，会再重新遇到，或是你们会在某一个两个其实你们这两个不同公司或不同的部门哈，你们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两个会正式的需要认识对方哈。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们需要正式认识对方，然后才知道这个人。然后当下会不会有那种互相喜欢的感觉出现？帮你看一下。就不用解释了吧？但这个不深，这很浅，这会在你们第一次遇到讲话的时候就有一个很不错的好感。那是因为我们这一题就是说它是很适合的嘛，表示你们各方面其实都是很融洽的，所以当下的时候，好，他会彼此会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然后这个理解的感觉其实是很我该怎么说是不熟悉的，就是说怎么会是一个好像跟你生活圈完全不相干的人，好像一个陌生人会突然这么理解你，会有这个兴趣，然后彼此会对彼此的好奇心会开始提升起来哈。所以在这一个的下一次的在聊天在遇见的时候，印象会非常深刻哈。当下你们可能就会保持联络了啦，然后心中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舒适感哦，你们的相处起来会有内在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舒适感，只有你们两个知道哈。来，这样子的话，我来帮你看一下，大概多近？下一次见面的情况大概会多近？会离现在多远？帮你看一下，在3个月上下的话，来用电脑看这个月会不会就有了啦？这个月会不会就有？这个月没有，3个月呢？3个月，这个月有机会哦，3个月就有，因为3个月。一样就是我刚刚讲的，会在，因为它这个讯号是你们的相遇有一个竞争的讯号啦，有一个竞争的讯号，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在工作啦它是一个在争取某些工作内容的情况，可能是提案啊、开会啊，在争取一些公司的事情啊，争取就是有开会，我觉得就是有开会，你们会在某一次的2个人的工作的接触的时候会遇到然后大概1季之内吧就会遇到，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关系上就会连接起来了然后近期是没有啦，近期还在埋头苦干还没有机会遇到。然后我是觉得3个月内就遇到这情况。它这个后面就开始往下发展，因为它这个恶魔牌跟恋人牌发展下去，我觉得它这个节奏有点快。你们会有一种一拍即合的感觉，很快就觉得好像感觉就变得很黏腻很黏腻。好，今天这一题这里一次讲完了，什么场景时间都一次讲了3个月好，我来帮你看一下我们往下深入来看看你跟他的合适程度跟个性上。来看一下个性上时间都已经
交代给你了哈，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哈。大概就是工作上3个月内可能会有第2次的见面，然后印象会蛮深刻的。来帮你看一下两个个性上，我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东西。除了谈个性之前，好像还有一个东西还要再探讨，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讯号告诉我说，你们有一点点是欢喜冤家、不打不相识的一种关系耶。原本本来就合适，可是你们有一种双胞胎的个性，所以你们两个其实在磁场上是硬碰硬的哈。不过又对对方有特别的好感哈，没关系，我来帮你看一下你们的能量的契合度了哈。主要是因为第3题的答案出现的很快哈，就没有很需要再去探索。来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未来的话，能量方面契合度如何哈？因为我总觉得这一个关系似乎会在一个误解的吵架中就突然断掉了哈。因为我有感受到这个关系的火爆哈，因为两个能力都算蛮强的，或是能力都还蛮类似的。来，我才讲能力，各方面力量它就跑出来了。好，以力量牌来做基底，来看你们的融洽。又是哦，都是在讲一些能力了哈，你们的能力都这样哈，所以你们两个确实是各方面个性上是有点硬碰硬哈。但是这好像就是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对，相处的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所以确实跟我刚刚所感受到的一样，就是你们有一种不打不相识的感觉有点越吵吵闹闹越关系越亲密所以必须提醒一下，这个两个人吵吵闹闹或是闹别扭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它并不是在破坏你们两个关系的一个坏事哇，真的是。来继续翻，我继续翻的是你们的，好，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它就是你们两个人闹吵吵闹闹，意见不合或是什么，这个才是你们两个人相处的火花。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想法是很有独断的，很有自己坚持意见，然后其实在工作上的能力都很强，所以你们蛮相信自己能力，你们已经习惯性。从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成果，而去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两个人就很类似，所以你们是两个双胞胎的概念，然后遇到的。那个性上的合适是比较特别的啦，就是看起来好像不合适，因为可能两个常常闹别扭，或是两个人常常在那边意见不合。可是他这个合适，就是因为这个模式是适合你们两个的，因为你们两个有点像是很快就好了，很快就理解对方了，只是话讲的比较快。脾气上来的比较快的一个状态好，我再帮你看一下其实3号牌讲的蛮快的，已经讲完了。好了，帮你做一个特别的啦这个人在外表上、外在上是你的菜吗？是你喜欢的类型吗？是你在期待的那个样子的人吗？这个我觉得比较表面但是因为很多问题都问完了，然后来尽量帮你再抓一下这一个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你就会比较好发现他就会比较好发现我在讲的人。那我必须说，以刚前面的能量来说，你脑袋想的那个人不是那个人，因为这个人其实对你来讲是蛮陌生的我觉得他这个人对你来讲是蛮陌生，因为他我刚刚说了一开始其实是有遇到，但是没有记得，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陌生的人，所以你脑袋想不出来是谁然后所以你要在遇见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帮你看他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啦。这3张牌告诉我还好，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也不讨厌。这3张牌告诉我说，你比较喜欢自己。你比较喜欢自己，你比较喜欢被别人称赞，别人长得好看，别人什么的，对你来讲没那么重要，看起来舒服就好了，你没有那么在意是不是你的菜或什么的，就这样但其实他没有给答案他只是说还好，大概就是
没有不讨厌也不喜欢，就是也没有就不讨厌而已啦，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大概觉得你在遇到他的时候，你可能在你们感觉或感情上有联系前，你不太确定是他啦，你不会确定，你不知道是他，而是要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互动之后，你才会知道是他哈。好的，3号牌的讯号各方面都好，蛮清楚的，蛮快的哈，所以大概就讲到这里哈。如果你觉得听不够，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别的哈，也有类似的情况哈，好奇一下哈，也许会更符合你现在的状况哦。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希望有帮助到你哦。虽然不多，但就祝福你哦。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4号的朋友哈。好，今日的题目是适合的人已经在附近了哈。然后我会帮你，哪来的我们呢？我会帮你分3个阶段。第一是我先帮你确定一下你们2个是不是已经讲到话了，或是已经认识了哈。这个，然后第二阶段是你们下一次的见面跟聊天会是什么情况？如果是还没认识，那可能第一次的见面聊天会是在什么情况哈？然后第3是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子的情况啦哈？刚一次讲完了，就这3个阶段哈，帮你预测一下哈。那如果会随机的帮你探索一下他这个人的个性跟你们的契合程度哈，先看看这整个牌发展到哪里哈。好，来，我先说这2张牌告诉我的是，你们还不认识，但快要认识了，或是最近就会有第一次的，不是快要认识，是最近会有第一次的交谈，但会不会认识或什么不确定，因为很多时候的交谈只是个点个头或什么，或是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见面状况，但不见得一定会记得这个人哈。那我再往下翻，看看后面有什么。4，我先觉得你们会有一个接触的机会，但是这个接触的机会并不会有一个印象，会有一个印象有这个人，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对方哈。会有一个对于一个你们这一个见面的事件会有印象，但是并没有认识对方。应该是说，我打个比方，他有可能整个情况淡到，就是很淡很淡的淡哈，淡到可能你忘了拿东西，然后他告诉你说你忘了拿东西，然后你跟他说谢谢，然后你把你本来会掉的东西捡起来或之类的，或是你掉了一个东西，他告诉你说你掉了东西，然后你把东西捡起来，你会记得这件事，但是有2个并不认识，或是还有一个事情是它有一种跟爱情没有关系的邂逅啦，哈，反正你们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互动，就是有点类似我刚刚讲的这种，就是有一种互相帮忙的互动了哈。这情况有非常多，更淡，还有一种情况是，我跟你说这个画面出来了，它就有点像是说你在等红绿灯，他也在等红绿灯，然后那个路口只有你们2个，然后可能你在看手机，你在做别的事情，然后你没有察觉绿灯亮了要过了，然后因为他先动了，他先走了，然后你知道说要过红绿灯了，所以你就跟着他走，也有这么淡的互动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们的生活环境或什么已经遇到了，可是你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但是你们已经互动了。他这个所有的想象是我在预感了，这个灵感是在这个权杖皇后里面出现，因为权杖皇后它那个火焰，它的火能量比较像是一个温的水洞，温的液体的能量，比较像温水在下面慢慢的，或是一种空气里面的湿度，你会感受到，但你不确定它在哪里。你会感觉到舒服，但你不确定在哪里，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它是一个分享或帮助的一个互动，但它并没有实质的让你找到答案，或是真的认识这个人，所以没有。来近期会有，但是你不会认识哈。来，再帮你看一下。随机抽了2张的话，还是它还有一个第2个情况，它有可能会在
很嘈杂的一个环境，你可能餐厅啊，或是买啊大卖场或什么各方面的一个情况哈，然后你会发现旁边有人讲话很大声，或是旁边有一个人做了一个举动，然后你会印象很深刻，但是还是不会认识哈，不会认识到这个人，反正他就是一个在你附近常常出现的陌生人啦，你可能会有印象，但是你不认识这个人。然后下次你们真的认识的时候，这个熟悉感才会出来，你甚至会想起来，这个人在你的生活空间里或是工作范围里常常出现，常常出现。你甚至也会谈起说，跟他讲起来说，我知道你常去哪里买东西，我在这个路口常常看到你，是不是从哪里那边走过来，或者什么这样子，或者你在哪个大楼上班什么之类的，会有这种很熟悉的闲聊会出现，好，这是你们初步的，来我来看，帮你看一下你们下一次。非常具体的认识跟互动会在多久之后会发生哈？好，我用3个月上上下下来捕捉哈。好，其实我翻到这张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是很近期的啦。然后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个 range 出来哈，所以就是很近期，2个月左右，你们会有一个全新的互动哈。然后这个互动会像是在，刚有一个讯号是在银行，但是我觉得这个很薄弱。我觉得更多的讯号是在你们在采购或是采买或是购物的时候会遇到。然后反正2个月左右，2到3个月，你会因为你们这里有一个讯号是你们的生活圈实在太近了，你们的生活时间也很近，所以你们常常都是一个有点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常常会看到这个人，但是永远都不认识。然后可是终于2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个第一次的讲话，但是第一次讲话的媒介是什么？是你们2个其实有共同认识的人。这一个人会在这2个月出现，然后我看到的画面是你跟这个人一起出去，或是在你家附近，或是在你公司附近出去的时候，然后你这一个认识的人会去跟他打招呼，然后你当下你才知道说，原来你们2个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这是一个我很明确的感觉。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感觉是，它有可能是你们2个同时遇到了一个偶发事件，这个偶发事件比较像是说。就是你们2个同时对一个陌生人做一件事，我打个比方就好了，就像是你们在，因为我一直看到路口啦，所以我就用路口来比，你们可能会同时看到有一个人骑单车跌倒了，或是站不稳，单车或什么跌倒了，那2个同时去扶着一个人，然后这是你们2个最接近的一次接触，然后你们2个对彼此就有认识，这个邂逅很浪漫很特别，但是我更倾向于你们2个其实有共同认识的人。然后这一条线才会牵起来。好，我再帮你更确定我讲的第一个就是有共同认识的人这一条线的直觉的具体程度有多高。再一张，因为已经很确定了，其实我已经很确定了。好啦，他甚至不是一个人，他是。我跟你说，那一个人认识你的朋友圈，可是他还没浮出来哈。然后我觉得不止一个人啦，他是你的朋友的另外一个朋友圈里的人，所以你们的认识需要因为朋友做媒介的成分很高哈。然后这边有一点点小小的比例是他有可能是你的同事，的。以前的同事，或是以前另外一个部门的，就是说，你是你的朋友，或是你是你的同事的其中一个圈，那你的同事或你的朋友他有另外一个圈哈，然后在另外一边就对了啦，反正是不同的圈子啦哈，只是你们2个会共同的圈就是你那个朋友啦，一样啦，这比
比喻太抽象，可是就是说你们有共同的同事或共同的朋友，然后他会当媒介让你们两个认识啦。然后可能这一个媒介不止一个，可能一两个哈。然后近期可能就会开始有一种巧遇，或开始有一些联系，然后你就会认识这个人。那也因为我这边有发现，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有特别的感觉哈。其实你们两个的特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有一种惊喜或者一见钟情的感觉，而是你两个突然唤起了你们在生活中或者时常遇见的这个熟悉感。好，所以其实你们平常遇见的时候，对这个人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除了印象之外，还有比较好的印象。他不到喜欢，但是就是一个舒适的感觉。好，然后你也不想了解他，但是有常看到有这样子的人会出现。好，好，来帮你看一下哈，因为你的朋友的关系，然后会正式认识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好，因为现在已经知道说可能是需要靠你的朋友了，但是会是什么样子的活动，什么情况？我来帮你看一下。来看这个好了。不要这个，这个。好。等等哈，还有一个有点冲突的状态哈，翻多一点来让它结合一下。3，有点类似家庭聚会或是私人聚会的情况下，你们两个都受邀着来哈。然后这个聚会呢，很扫兴的是，它蛮多是用来谈工作的哈，就是有一点点像是工作上的交流或是交际圈扩大的一个聚会，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浪漫的场合。但也因为这样子，你们两个的认识机会就蛮多的，而且这一次的认识会让你们两个忘记谈工作，而且是偷偷两个都特别聊自己的事情，因为两个人的契合度有到。然后这里再告诉我说，除了这2张之外呢，他在营造一个环境的样子了。当下你们两个的关系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进展，而且你们两个会抛弃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因为你们两个太想跟对方聊天了，因为你们那个熟悉感在当下就会浮现出来，甚至你两个都会谈论到说兴趣。假日有没有可以一起去的地方？很快，你们两个就很快就会进入两个人关系不错的状态里，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很顺的，而且两个聊的东西已经不是初步的，立刻聊一些很远的东西，聊很多自己的兴趣、生活各方面，因为你们的熟悉感就被唤起来了，然后，这里看到这些讯号还有更多比较杂，但是我觉得也不用讲我觉得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就好了。2-3个月内，刚就讲2-3个月内很快，所以最近如果有任何邀约都先去因为表示它出现的几率很高然后记得它是属于一个很熟悉的陌生人的状态，或是我再给一个小小的成分，它或是其实你平常也都没有看到他。你平常也都没有记得这一个人，但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会一个很熟悉的感觉，觉得好像也不陌生。那是因为你平常没有记起来，但是你确实是有看到了。你以为你没看到，但你确实是有看到。然后你们在这一次聊天之后，聊你们住哪里，你们的生活圈或段聊，很快就进入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也常去那边买东西，我常常什么。而且还有一个更高的可能是，他其实早就已经看到你了，所以他在这个聚会，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知道是你，但你不知道是他，也有这个讯号。因为我觉得他那边的讯号比较强，他比较像是。跨越到你的世界来的讯号比较强，我一直觉得它一直有一个，因为死神牌告诉我有一个分界点了一般来说，我看到死神牌都会一直觉得说是你跨过去，你跨过去，你跨过去，是一起跨过去。但是今天这个能量一直让我觉得这里从远方的过来，远方过来，远方过来的感觉因为这张牌我觉得是他，他在很远的地方就已经看到你了，你可以把它想是这样看了，他已经可能看到你了然后，所以我才觉得说他早就知道
你了，所以他再跨过来到你这里来哈，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可能比你在更早就对你有印象了。你比较慢哈，你比较慢。好，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状况哈。然后之后各方面个性上是很契合的啦，因为这一题就是要走契合的方向。来，因为这一题有一点点小小的顺利，所以我来翻一下有没有什么意见牌可以给你们哈。简单的意见啦哈。对于这个关系有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给意见牌，像3号牌就是这个意见牌，是2号牌有翻出来说对方有一个内在的阴影面，希望你不要去触碰哈。那4号牌我不知道有没有来帮你翻看看，好看看意见牌。也没有了哈，没有什么 6。也没有，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它比较像是在讲说，你们甚至会慢慢的回溯到你们有小时候就有共同的朋友了，小时候会有共同的记忆，小时候共同熟悉的地方哈。而且你们两个人的连结有点像是你们的能量和各方面从小到大都很类似，所以你们的喜好或各方面都非常契合。其实你们从小到大就很契合了，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讯号，更像是说，你们小时候的生活圈各方面就已经很近了哈。这个理由从哪来？我从那个皇后钱币来看，因为它像是在一个很丰盛的泥土下面的地下水，或是它下面的营养哈，所以它让我追溯到这一个牌子在讲说过往你们就已经有很绵密的连接，然后慢慢的走到现在这个关系里，有点像是说你们人生就注定应该要遇到，因为你们两个的契合度跟熟悉感都还蛮近的，但遇到会变成恋人还是变成朋友不确定哈。就是说前面的故事发展是这样哦，但是你们两个一定会在未来是会遇到，因为两个是非常熟悉的人，是必须要认识到的。所以你们才会谈论到很多以前的事，但是也因为这一份熟悉，所以这一个关系很有可能会从认识变朋友，变很好的朋友之后进入恋人，但也有可能就停滞于在很好的朋友，因为交心交得太深了，或是有一些阴错阳差，发现做朋友会更好，也有这个可能呢哈。总之，这个关系会成立的蛮好，会出现的蛮好的哦，你可以期待一下。我再翻一张，我觉得还差一个东西少讲哈。没有一样的意思哈，我觉得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这讲的是土哈，这讲的是雨水哈，讲的是雨水，也就是说你们感受得出来就是说感受得出来，你们对于空气中的讯号、空气中的语言、空气中的温暖、空气中的感受力很雷同啦，也就是说，也就是在暗示说你们的彼此的熟悉感是熟悉感的浓度是很高的啦哈，并不是新鲜感，而是熟悉感，一种旧的过往的感觉，就是你们对于世界的体认是很相似的，所以你们认识对方的时候是会有一种转换成另外一种熟悉感啦，而且这些熟悉感跟这些过往经验都是以前所带来的，然后两个遇到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有人跟你一样，在以前就有类似的感觉，对于世界、对于空气、对于人际关系，这样子你会分享这些东西好，这就是你们两个人那就这样了。选择4号牌的朋友，总之希望给你的讯息对你有帮助对你有一些正面的期待，那祝福你谢谢你来听。